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现在不是没内容，是内容太多。YouTube 一堆资料 ，Notion 一堆笔记 ，PDF 一堆报告 ，Google Drive 一堆文件，但真正卡住你的不是写不出来，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份能上台讲的简报。AI PPT 主打的是什么？一句话讲完，它不是帮你写创意，它是帮你把已经存在的资讯变成简报。它支援 URL 转 PPT， 上传 PDF、Word 转 PPT。Google Drive 汇入，动态简报自动配图 ，Nano Banana AI 图片整合，听起来很强，但我直接讲重点，它不是魔法，它是效率放大器。如果你本来有60分内容，它可以帮你做到80分初稿，但如果你只有20分内容，它不会帮你变成100分。实测1，从网址直接生成简报，这是我觉得最透翅部的功能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一篇文章，或者公司内部有一份报告网址，你只要贴进 AI PPT， 它会帮你拆大纲、分页、自动排版、配图片。我现在把这个网址贴进 AI PPT， 你可以看到它先分析内容，然后自动帮我拆成几个章节，接着我选一个模板，几秒钟之后它帮我把整份简报排好。生成完成后，我们看看效果如何。可以看到依照文章大纲内容已自动编排分页，如果不满意还可以点击编辑，直接修改。优点：架构帮你想好了，版型帮你排好了，你不用从空白 PPT 开始。缺点：如果原始文章逻辑混乱，它生成出来也会有点乱，有些页面还是需要你自己改顺序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把它当做第一版草稿机，而不是终极完成品。2、进阶玩法 Notebook LM 加 AI PPT 工作流，这段是我最推荐的玩法。很多人看 YouTube 学习，但学完之后没有整理。我示范一个场景，我在 YouTube 搜寻特斯拉值不值得买，我把影片丢进 Notebook LM， 让它帮我整理背景、核心观点、数据、正反论点、结论。整理好之后，我把这段文字贴进 AI PPT。我现在把 Notebook LM 整理好的文件档案贴进 AI PPT， 选择动态简报模式。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生成模型，有快速及深度思考可以选择。选择完成后点击生成，你可以看到它开始自动帮我拆页，每页会自动产生标题跟配图。如果图片不满意，我可以重新生成。来看看生成效果。这一段真的很省时间，因为你只专注在理解内容。排版交给 AI， 但要注意 AI 配图有时候会太通用、太抽象，不符合品牌风格，所以商业简报你还是要自己调整。3、Nano Banana 与动态配图值不值得 ？AI PPT 整合 Nano Banana 系列，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修改图片。例如，把这张图片改成科技感一点，换成蓝色主视觉。我现在点选这张图片，输入改成科技风，蓝色主视觉，重新生成。你可以看到图片风格改变了。这个功能适合内部报告、学校报告、快速提案。但如果你是品牌提案、设计公司，对视觉一致性要求极高，你还是要人工修。AI 是加速器，不是设计总监。4、价格怎么选 ？Free 可以用，但有限制，每天生成次数少，页数有限，图片积分有限。如果你是偶尔用 Free Go， 每周做简报 Plus 比较划算，高频商用 Pro 才会舒服。我不建议一开始就买最贵，你应该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常常被简报拖时间？如果是，那它就有价值。5、总结，我给它的定位是 PPT 生产线工具，不是创意工具，不是设计神器，它是帮你把资讯变成可呈现格式的效率系统，适合上班族、学生、业务、内训讲师，不适合极度讲究设计细节的人。我想问你，你做简报最痛的是哪一段？ A. 想架构最痛， B. 排版找图最痛， C. 最后修改到崩溃最痛。留言打 ABC， 我看哪个最多。下一支影片我直接做一套 AI 解决方案给你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。